們今天來到了楠梓，我身後呢就是楠梓加工區。因為前2天呢，有個網友私訊我，他說他在楠梓加工區這邊工作，想要我推薦一些好吃的店。這不就來了嗎？各位，楠梓加工區我的地盤呢，兄弟。身為有求必應卡卡亞，我今天就立刻馬上帶着許先生來楠梓加工區這邊規劃1日旅程給你們，直接從中午吃到晚上啊，各位。那我們就話不多說，直接 go go go！ 我拿到我的墨西哥卷餅了。刚刚呢，我問老闆娘說，你們家最推薦的口味是什麼？她說他們的豬肉卷裡面的豬肉是他們自己醃製的，吃起來不會柴柴的，因為我非常怕豬肉會柴柴的。看起來真的是蠻厲害的喲。我本來以為他會推薦雞肉卷呢。你知道我們在楠梓啊，其實有另外一間很喜歡吃的墨西哥卷餅。我以前是維克派的，你懂我意思嗎？結果默默的讓我發現，原來這裡楠梓還有另外一家，我就跟許先生說，走，我們吃吃看。总是要試試看嘛。是啊，他們家的墨西哥卷餅呢，我觉得大小好像比那間小一點點嗎？它比較胖，它比較胖，它比較沒那麼長。維克比較長。对，維克是瘦長型的，然後它是那個大番薯型的。大番薯，它不一樣。對。你們如果想要吃多種肉啊，他們家好像也有雙拼的，雙拼就可以再多加另外一種肉。我以為你會點雙拼呢，我對你稍微有點小失望。可是我有財富自由，我有加起司。好啦，有加起司。我有加起司，他們本來裡面是沒有起司的。我現在來吃吃看。我每次吃墨西哥卷餅，我都很尷尬，就是會很昂貴。我懂，它的豬肉啊是嫩的，他們醃製過的味道其實是有點咖喱，再加上那種酸甜的味道，咬下去呢，你把肉掉了2塊下去，我的肉。除了我剛剛吃到的豬肉之外啊，它裡面配料還會有生菜，然後跟一些洋蔥絲之類的東西，美乃滋。然後如果你裡面有料不想吃的話，也可以跟老闆娘先講，她就可以直接幫你拿掉。而且我剛剛是不是有吃到馬鈴薯還是洋蔥那種軟嫩的口感在裡面？裡面的肉感其實吃起來蠻十足的，它的口感呢不是辣，反而是帶一個甜味。整體的風味是走一個甜感，再加上一些香料跟咖喱的香氣。我覺得他們家的其實如果夏天吃我會蠻喜歡的，整體清清爽爽的，不錯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要來吃這間很多網友推薦我的北高雄便當57。不是，便當店做成快餐店，這也太漂亮了吧？不好意思，為什麼你又已經在這裡了？它裡面冷氣很涼外面太熱。我剛剛已經點好餐了，你就擔心等下就有飯吃了，好不好？這一間5雞真的很誇張他們全自動化會不會太完整太徹底？我進門點攤，自助點餐機，後來開始看廚房，它廚房裡面竟然有那個煮飯機，那個飯啊會直接按完之後放，掉到便當裡面，這是一個什麼便當店？真不愧是在楠梓科技產業園區旁邊的便當座，很誇張，真的很誇張。而且他們裡面的人員呢，每個都全副武裝，帽子戴好，手套戴好，全部都全副武裝，完全是无塵室的規格。光是這一點，我剛一進來，我就要先給這間便當店75分以上的高分。然後叫號機更誇張，您的餐點擬好了，請繼續到櫃檯領取。難怪生意好。我們現在時間其實已經是離峰時段了，對。因為楠梓加工區這邊有一個特色，就是你過了吃飯時間之後，按理來講人就會瞬間不見，就會回去上班嘛。但他們家到現在生意還是非常的好。你沒有看到後面嗎？滿滿都是人。先不說餐點，他們家的飲料，義竹村長的桑葚檸檬，然後我一查義竹鄉，它是桑葚非常有名的一個鄉鎮。就以一個便當店的免費飲料來講的話，我覺得這個是誠意滿滿。它旁邊還有一個是高山清茶，所以其實你要有糖的，要無糖的，我覺得它光是飲料方面的誠意就比外面那些免費紅茶來得高級。我們今天呢便當啊點了2個，你知道這一間呢其實是之前我們在拍北高雄便當的時候，有網友一直在下面跟我激推57廚房，他們的便當很好吃。後來許先生說今天要來拍楠梓加工區，我一查才發現他們現在改名叫57，直接在楠梓加工區的正對面，
這麼方便，就在正對面。它出口一出來就到了。我今天便當呢點了一個烤雞腿，因為這個也是網友在 Google 評論上面說他們家的烤雞腿非常的好吃。許先生呢點了一個蔥爆牛。蔥爆牛好像是今天的特制餐點，它每天都會有不同的特制餐點。它有3樣菜，一個是滷的滷蘿蔔肉乾，然後一個是綠色的蔬菜，另外一個呢則是筍乾。其實以便當菜來說，我覺得他們家做的非常漂亮，色香味俱全的感觉。你知道我們其實啊，每次在吃便当的時候啊，許先生都會說，哦，我就不想吃那一間，每次都是那個什麼清炒花椰菜，沒有味道。知道我們在前鎮區最喜歡吃的便當店孫家莊。其實我覺得他們家是強化版的孫家莊，超級厲害，就是整個動線做得非常明確，然後它的廚房也是開放式廚房，所以你完全看得到他們在做什麼。刚剛還發現一個很細節的東西，什麼東西？自動煮飯機已經很誇張了，它還有保溫箱。哦，它的肉。剛剛我看它的肉全部都是從保溫箱裡面取出來的，就是你手上的雞腿啊，然後這些肉啊，不管什麼鹹豬肉啊，你烤完之後，它不是放在那裡而已，它是全部放進保溫箱，所以你的便當現場點出來的便當肉全部都是熱騰騰，而且刚剛還被認出來，還被招待了一盤叉燒。他說這是他們家的招牌，等一下來試看看。我要先來吃雞腿，你知道我去便當店呢，每次最常點的就是雞腿便當。因為我覺得雞腿便當呢，基本上就是不會雷，但是呢，烤工就很重要。我們在很多家都有吃到那個超回答的。我剛剛本来是想要吃你的烤雞腿，可是我偷吃我的蔥爆牛肉之後，我發現我蔥爆牛肉也很好吃哎。我的烤雞腿真好吃哎，它的皮烤到剛剛好，邊緣呢都還會有那個微焦脆的感覺，裡面的肉汁鎖得緊緊的。雞腿肉就是嫩啊，雞腿肉基本上呢，你只要調味是好吃的，烤出來就是 very good，very 下飯。我愛搭配他們的便當菜。說真的，我覺得他們的菜分量還蠻多的，好吃哎，雞腿烤得很好。他們家的蔬菜我覺得很用心，他們家配菜好像是不能挑的，因為它就是自动点按機，它一天就是有4樣配菜，可是它的配菜你自己看，它其實每種顏色它都幫你顧慮到，5色蔬菜。我講認真的，他們家的蔬菜吃起来是清脆的。我非常討厭便當菜煮到非常爛那種，我真的不太 OK。而且他們的便當菜啊，完全不油，你自己看下面，完全不油膩，吃起來是清爽的。可是不是像水煮的那種沒有味道。以我吃過這麼多便當來講，我覺得他們家的便當可以排進我心中的前5名。光是環境的整潔度，然後還有整個餐點的呈現，你看它整間店的一些小細節，我覺得那真的太加分了。我要吃你的蔥爆牛，你的蔥爆牛啊，我故意點紫米飯，因為現在啊，其實便當我蠻喜歡吃這種五穀或紫米的，就覺得好像健康不少。哦，它的蔥爆牛分量也是給的很多哎。你先大吃一口蔥爆牛試試。我已經大吃1斤了，滿滿的肉。蔥爆牛也好吃，對不對？很好吃，很濃厚的味道。它的牛肉用的還不錯。我們店吃蔥爆牛啊，基本上就是醬油的那個鍋氣而已，但是他們家可能是有加香油，我覺得特別的香。而且肉片呢，它的肉片其實是很厚實，分量也給的很多。我其實要嘉許的是它的飯，是我個人很喜歡吃的那種粒粒分明的飯。不得不說，用煮飯機煮出來的飯品質就会很一致。這個很可以耶，乾乾爽爽的。他們家的便當呢，算是我吃過少數你不會覺得吃到後面很油膩。其實要在加工區這邊做生意，我覺得很難。因為你想一下，你上班的时候，上班族在吃午餐，它一定是一個 CP 值一定要掛帥嘛，然後你吃東西又要營養，然後又要好吃，然後再來這附近另外一個族群就是學生，學生也是一群很難做生意的人，但是他們家就是可以把這2個族群弄得服服帖帖，對，生意好的不行。我覺得這間便當店，大家如果有來楠梓的話，真的可以給他一個機會試試看。叉燒，超愛這種油亮的叉燒。哇哦，推薦，好吃。剛蹭完人家的茶之後，我們現在來喝我們剛剛點的炭焙烏龍。怎樣？沒有要停是不是？啊，得救哎，得救了，我得救了。今天的楠梓真的是有夠熱到非常誇張。是最近的高雄真的太熱了，最近全台灣都超熱，真的受不了。這個時間點出來拍片真的是賣命，你知道嗎？
我們現在啊，其實因為天氣熱，我們很喜歡去發掘一些茶很好的飲料店。你知道我不懂茶，我只能判斷喝起來澀不澀。這間是有網友推薦的然後但是我刚剛一到現場，我看到它後面整個茶行當做它的巴古，我就知道這間飲料店一定好喝。而且不好意思，剛剛進去的時候，老闆他們在吃便當。我剛剛直接走進去，但是老闆跟那個店長他們非常的熱情，他們很親切，而且刚剛我還獲得了這個茶糖果。聽說呢，中秋的時候他們還有做月餅，我下一次要來買月餅。我超愛吃茶的月餅的。剛喝裡面那一杯，我覺得更好喝，我下次要來哦。但這個很好喝，因為它是那個炭焙的烏龍。有人說它做成拿鐵超好喝。炭焙烏龍它的味道比較那個茶味比較重一點點。哦，如果單喝，難怪大家這杯炭焙烏龍喜歡加牛奶，變成拿鐵之後呢，它會溫和不少。為什麼茶味重一點被我講的好像是缺點？是優點，是優點，是好喝，是好喝。因為每個人喜歡喝的茶其實不一樣，你們自己現場來喝你自己喜歡的茶種，我覺得會是最準。而且它有一排是那個手工現泡的，它不是像我們那個飲料店那个口里比冰塊拉拉就給你，它一排是那個他拿那個爐具直接在那邊現煮茶，煮給你喝的。我覺得這個我非常有興趣。對，而且我覺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歡喝什麼茶種啊，你也可以問店員或者老闆，他們都會解釋每一個茶種，解釋得很詳細。我覺得我想加盟，我覺得我今天吃的每一間都想加盟，57我也想加盟一間，然後這個我也想加盟一間，多賺一點，好不好？多賺一點，我們再加油，好不好？再加油，先吃糖，好不好？乖，先吃糖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，為什麼我們吃東西吃到一半，現在要出現在男子清潔隊這裡呢？手上還拿着一個吹風機。事情是這樣子的，因為前幾天呢，我們家的吹風機有派氣之後呢，我就在網絡上面問團友說，有沒有人知道吹風機在高雄要去哪裡維修？他們就傳訊息跟我說，原來這裡有一個志工隊有在幫人家維修一些簡易的家電。我眼睛放亮因為聽說呢，這個維修價格很便宜，而且他們是定點服務。我們剛好今天是禮拜五，他4跟5啊，剛好在男子這裡有維修點，所以我今天就帶着吹風機想說來碰碰運氣，可以修好我就賺到了。哇，你是小資女孩向前衝這不是，還說我有什麼日月光，光個鬼光。前進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想問看這個吹風機不買。醫生，這個還有救嗎？可以試看看。好。我們是每週4、週5都有啦。那我們是活動到4點。對，幫你登錄在下個禮拜的活動量。你在簽急救同意書嗎？對，我要急救我的吹風機。但是鳳山是隔週才有，2、4週。那這邊是每週都有。因為我看鳳山那邊好像是每個月的禮拜4。哦，對，2、4週才有。那這邊是每週都有。不會吹，因為每個都是異常的。哦，好珍惜。OK。安蔭點心站，這一間真的是讓我等了蠻久的一段時間，因為一到現場呢，人山人海，然後姐姐就直接說要等哦，現在什麼都要等哦，大概20分鐘，真的就20分鐘，而且很燙。不過姐姐的態度非常好，人很多，她還是剛剛跟我一直講說拍誰要讓你等了，妹妹讓你等了，我聽到妹妹我心情就愉快。它在德惠路跟德賢路的交叉口，因為德惠路這邊剛好是男子加工區的一個出口，所以大家一下班全部湧出來吃下午茶。好燙哦，他們家生意很好，所以我剛過去，他還一直在煎，他把剛起鍋的拿給我，有夠燙的。而且呢，他們家賣的東西非常簡單，蔥肉餅呢有分加蛋或不加蛋，加蛋呢就有9層塔跟白菜，我今天點的呢是9層塔。除了蔥肉餅之外啊，他們家還有一個很多人會點的就是煎餃，或者是我今天點的水煎包。你怎麼沒點煎餃？我就想吃水煎包，奇怪。算你狠，兄弟。好燙，好燙！先來吃醬呢，我請他幫我加導遊溝跟辣椒醬一起，他會直接問你說要加什麼，直接加上去。但是我不得不提有一個點是，我覺得它的周遭那個油耗比稍微有點重一點。我說真的，我剛剛只是站在那邊大概2分鐘，我全身都是那個去永和豆漿的味道。哦，夭壽good，代表說他那個算是下重本的哈。可是當在看他油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這個蔥肉餅一定好吃。這一種一定好吃的啦。它是那種偏炸物的蔥肉餅。你知道現在那個蛋啊，它那個蛋現在邊邊啊全部都是焦脆的，很香很好吃。然後裡面的肉呢，哦，你咬下去居然有脆的聲音呢。它已經是就是葛醬葛到這樣子，已經有點濕濕了。你剛剛咬下去居然有脆的聲音，是認真的還是假的？所以我們知道
道我剛剛有多驚豔嗎？這個東西基本上蛋都是用炸的，所以邊緣呢吃起來就是我有剛剛那個酥脆的聲音。它的蔥肉啊給的蠻多的，基本上我覺得麵皮一半，蔥肉一半，就是這麼豐沛。咬下去呢，你會感覺到滿滿的肉感，再加上外皮的酥脆，這剛拿到現吃，真的會爽度爆表。難怪剛剛每個人一來就說沒關係，我等下來拿。等，這個要等，好好吃哦！天哪！我覺得這種店開在像加工區還有學校旁邊，我覺得它根本是無敵的。無敵！在下午茶界已經沒有任何對手了。這一間算是我有經過，我真的會等哎，很好吃哎，這個可以。不過呢，放冷我就不知道了，因為它放冷之後，我觉得油度应该会直線的上升。对我來講，它的缺點真的就是稍微油了一點。你看我現在嘴唇油嫩嫩，天然純蜜。對，它的油度很高，可是非常好吃，燙的時候非常好吃。換一下水煎包。水煎包呢，依舊是幫我把醬塗得滿滿的。好肥呀，兄弟！天哪，這個醬，它裡面沒有肉哎，我覺得它吃起來比較像是菜包，蔬菜的水煎包，它沒有什麼肉的感覺。因為我剛剛吃完蔥肉餅啊，現在吃這個會覺得很像素食店的那種水煎包。可是它那個水煎包其實也蠻好吃的，因為裡面的高麗菜還是有脆度的。麵皮呢也有那個 Q 軟度。但是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它加了太多的醬。我已經吃不到水煎包的味道，因為水煎包相对比較清淡，基本上它現在調味都是外面那個醬。我跟你說，這種水煎包的核心就是在那個醬，整補的醬，讓你吃下去滿滿的醬，加上它的那個表皮被煎得脆脆的，再加上裡面這個高麗菜、蔬菜混搭在一起的那個清爽感，讓你在滿足口欲之中，又覺得自己好像今天吃了點蔬菜。他們家的麵皮啊，其實是比較 Q 度的，我覺得不算是脆的。可能是我拿到的這個是溫的，所以你會覺得它的表皮啊，基本上都是那種麵皮的軟 Q 感。其實我覺得他們家的水煎包也不錯，只是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麵皮多了一些些。愛吃麵粉的我就覺得 OK。裡面的高麗菜呢，清甜 OK 啊，這兩樣啊，當下午茶點心真的是有夠邪惡的。如果我上班到一半有人買這個給我吃，我真的會不願意跟你交往哦。不要這樣子，這一段幫我刪掉，謝謝，他是智障。內圍仙草冰，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我會來這邊喝內圍仙草冰呢？因為呢，這一間內圍仙草冰，它已經從內圍那邊搬來楠梓，那就請你給我改名成楠梓仙草冰。你不要逼人家好不好？下午5點鐘，全世界都在排仙草冰呢，有夠多人的，怎麼回事？剛我買完這一杯啊，店家就說後面沒有仙草冰，又是最後一杯。一打開的時候我就知道為什麼了。剛剛在店裡面呢，我看到老闆娘直接拿一個仙草冰磚出來，直接嘎成這一碗，在這中間她還加了一大匙的仙草進去。聽說他們家的仙草呢很厲害，是那種手工的仙草。剛剛偷吃了一口，它的仙草冰也太密了吧！基本上我這樣含那個冰的時候啊，你是會有一種錯覺，你好像在吃仙草本人。綿綿的、黏黏的、糊糊的，在嘴巴裡面散開。如果你是點仙草冰啊，它有单純就一口都是仙草冰的，不加料的。仙草清冰。對，但是呢，我是要吃料的人。它的料裡面呢，有紅豆、綠豆、地瓜圓跟芋頭圓，還有珍珠，總共5種料。你也可以跟他講說你哪一個不要。後面有一個姐姐啊，她來點，她直接說她只要紅豆，其他都不要。好帥哦！真的，一挖下去啊，因為它料都在底部。一挖下去，你就感覺到它的那個仙草有多糊，直接挖出3顆珍珠兄弟。對你一挖下去就會感覺到它的仙草真的很濃郁。你知道上面這個亮亮的地方啊，是仙草冰本身融化變成這樣綿綿的冰。敏感性牙齒，我看你這樣，我覺得我敏牙已經發作。他們的冰啊，濃郁到你第一口沒辦法融化，第二口你要用你舌頭溫度這樣慢慢的把它暖化，慢慢的擴散開來。可不可以麻煩你先讓我爽一口？那我可以給你，你就馬上知道它的味道了。他們的仙草有料他們仙草真的是很端，非常的端，那個密度。你也可以要鮮奶球，但是我小時候我們減肥就不另外要鮮奶球了。然後它的地瓜圓、湯圓，其實它料我覺得給的不少，這樣一碗是60塊，我是點小碗的。剛剛後面的人還想點大碗的，男生每一個來都是說要大碗。我不得不說，這個還是要加一點鮮奶油更爽。不用，我覺得
這樣已經夠幸福了。它的甜度也控制得剛剛好，它整個冰是非常有密度的。你如果說这個是雙麒麟，其實有一點那種感覺。它就是嫩仙草冰，很好吃的嫩仙草冰，好吃好吃，這件可以買，難怪大排長龍。推薦大家，不要太晚来買，我也沒有冰。下非常多了，今天在這裡來，我們點了4樣下酒菜，而且呢，我今天很上進，我玩的那種點 buffet 了。因為前面呢，我們是那個點 buffet 之類的，所以來讓我們給他來一個簡單點的這樣一個基產的。當一道就都下來了，它是可以被清吃的。它跟這裡的系統講一些它的蛋白质。我也要來一塊。你看，它那个烤头很有咸香味，很开。但是它加了鸡精，对它的香味啊，它那种它哦对，比沙豆很嫩的，它的本身有蛋沙的肉，蛋的肉，一家都有一些，加上芥末酱。放能满吃哦，也不借用，它的牛腱肉超难换，你看。这个很好吃，它看起来很大塊，但其實吃起來完全不會柴。好嫩哈、哦，這爽送的嫩度啊，是沒有加鹽但是不是完全沒有口感的，它中間這個筋的地方是濕的，吃起來呢，你就會覺得也軟，這個肉真的還好好。兩塊剛剛說這一道是招牌，我覺得我今天點的每一樣都很好吃，它這個燒地雞肉也超好吃的。這個燉煮的有點出乎我意料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我本來以為味道會很重，但是它不是那種很鹹的，反而是那種比較香菜。而且它那個牛腱肉啊，有牛筋的地方超爽，跟果凍一樣。我真的覺得我很會挑店，我今天所有的店就只有我挑，就只有這一家而已。那個旁邊是什麼？芥末土這樣子。那個是柚子胡椒。那麼好吃啊！他們的裡面還咬得到一點點微軟度的感覺，而且它的肉啊都放得放得好。你吃但是呢，我會覺得一踩就是太軟了，因為看到很難吃。豬肝你有吃了嗎？還沒。去吃。你這樣特意叫我回來？對，去吃。你現在不要講太多話，你先吃一口。你給那個豬肝有熱度的時候，先進你的嘴巴，拜託你，算我求你，不要再介紹。它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炒豬肝。它這間的豬肝，它就是完全烹飪到最恰當的熟度，就豬肝的軟嫩度還留着，但是外皮又有點沒那反應。可是吃進去又沒有豬肝的那個腥臭味，只有剩下它濃郁的那個香氣，超讚。再加一點韭菜跟豆芽，讚。這一家的豬肝它燒起來的程度啊，熟的程度你都還你有沒有應該很熟？我還沒吃過。非常的厲害。它的那個空調的熟度是最完美的那一種，而且它的醬料又很好吃。重點是會很鹹。再次強調，我們也知道啊，後面有覺得一定要喝飲料給我吃這個飯，知道？沒有，但是他們家一定要點低消，一定要點一杯飲料，這是規矩。這是規矩。我現在反而很好奇它的雞翅，它雞翅長得也太漂亮了吧？那很方便這樣直接拿吃。我也要。我沒有看到旁邊這個嗎？咬下去是不好意思，那個雞皮炸得非常好，是脆的。我覺得雞翅是我可以想象的味道，但是也很好吃。他們家我真的很推薦那些炒類的東西，像今天的那個韭菜炒豬肝，然後燒地雞肉，還有它這個鹽烤雞胗都超好吃。鹽燒雞胗，但這道是放在它的下酒菜區域，口味會稍微鹹一點。你可以配烏龍茶。還好，不要下很難懂。但是它的那個關節確實比得很好，你咬下去你不會覺得很難咬。雞胗沒有關節，
我喜歡講那個地方是關鍵，有什麼事嗎？裡面你最喜歡哪一樣？我裡面最喜歡豬肝，這個豬肝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炒豬肝，人生吃過最好吃的炒豬肝。我好像觉得更这一道有點出乎我意料，跟我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樣，有進入味道。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楠梓加工區一日美食之旅啦。今天算是有把網友給我的難題解決了吧，各位。楠梓加工區這邊好吃的真的太多了，我們一次根本就拍不完。如果有什麼是我們今天沒吃到的，你想要推薦給我們的，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們，我們可能下次就會再殺過來咯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我們下次見咯，拜拜。我想要加盟一間57，再加盟一間飲料店，我覺得我們會發財，兄弟。我想要把電器師傅請回家，等我的吹風機了啦。楠梓讚，讚讚，咚。